中国味道匠心酿造。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。尝美味享优惠，封神餐厅订得到。本节目由让你顿顿都封神的美团团购联合赞助播出。小象超市30分钟快送超市，感谢节目官方食材供应商小象超市赞助播出。一饭封神尝百味，一杯宫酪品匠心。本节目由一口爱上中国味的宫酪酸奶赞助播出。好水煲好汤，好水煮好饭。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。Como 管家厨神到家，本节目由一句话就能轻松做好菜的 Como 全屋智能赞助播出。一饭封神更懂美味，麦麸迪解码贴心更懂犬猫，本节目由麦麸迪指定赞助播出。卫龙高鲜牛肝菌魔芋爽，鲜香爽，本节目由卫龙魔芋爽赞助播出。中国味道匠心酿造，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。尝美味享优惠，封神餐厅订得到。本节目由让你顿顿都封神的美团团购联合赞助播出。新鲜食材天天有，30分钟就到手。感谢节目官方食材供应商小象超市赞助播出。一饭封神尝百味，一杯宫酪品匠心。本节目由一口爱上中国味的宫酪酸奶特约赞助播出。好水煲好汤，好水煮好饭。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。2对2大小厨对决，获得票数更多的是大厨阵营。又是大厨，现在大厨已经进了10个人了。这个也太碾压了吧！我们要为我们的小厨争一口气。获得票数更多的一组选手是小厨组特务 J 厨港厨钱立谷，大厨组陈明媚赵勇，小厨组粤菜引擎午夜实验家。奶奶家的菜园子复活战，重新入局的选手是刘永康、田哭了、土菜研究员江婉玲、曹思全，年少有为。哇，这不是一个斗兽场吗？哇，有点起鸡皮疙瘩了。哇 ，pass 台这么大，要做多少人的菜啊？哎，它分两个阵型而已啊。那也用不了这么多人呢，一组。团队战吧。他应该是要分组，但是他怎么分？前面打后面。哇，后面打后面。哎，这也是哦。兄弟你小心啊，辣椒，你看你后面有是谁？欢迎来到第3局比赛，本局比赛为大小厨混合团战。接下来将公布比赛主题。哎，东南西北，春夏秋冬倒也有点意思。鲜辣酸。海陆空啊！哎呦，哦哇哦！什么？看不到。什么东西啊？它有这么多个格子，什么？我什么都没看到。 9个食材，它是个9宫格哦。哇，这是海鲜，河鲜蔬菜，中中间主要这些蔬菜，高中低，高哦，它是海拔来的哦，海拔的食材，这个是肉类。我看到高中低海拔的时候很惊讶，确实没有想过用海拔去区分。 因为海拔不一样，它这个食材的结构，它也会不一样。好玩，好玩，好玩！好大的食材库，这个也做得太好看了吧！哇，太棒了，这个想法。本局的主题为中国高中低海拔食材挑战赛。高中低海拔对应了3个中国不同海拔区间。
每个海拔区间都有一种主食材，来自500米以下的低海拔食材，它们多来自沿海、河湖与湿热平原地带，常带有水分充盈、质地细嫩、鲜味直接的特点，整体呈现出贴近水域与湿润气候的自然鲜活感。低海拔的主食材是漳州黑虎虾，好大哦，可以哦。哇，这么大黑，这个虾看起来很棒哎。哇，这藕尖、黄花菜，哦，佛山的罗非鱼。哎呦，海潮焗飯啊！低海拔都是我的舒適區啊，每看一道菜，你就是我的最擅長的領域。你如果拿穩當的角度，我相信大家都對低海拔是最熟悉的，是。对。大闸蟹。低海拔是一些江鲜海鲜，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，从小吃到大，是比较擅长的。低海拔有它的好处，有它的坏处。好处是我们经常能接触到这种食材，也有坏处，就是因为它可能大部分人对它的认知已经固定了，就它的变化可能就没那么的多。怎么样去表现出来它的与众不同啊，是有一定困难的。来自500米到1500米的中海拔食材，它们是自然风味的黄金过渡区。竹笙、高山西洋菜、六枝龙须菜。从盆地到山地，这一区间的食材具有极强的可塑性与层次感。中海拔的主食材是山地丘陵的标志性食材通江兔。哦，没什么味，没什么味。最意想不到、最不想拿应该是兔子。这个兔子就是脂肪比较少，它其实味道没有特别明显，我会觉得是相对难的。兔子应该是那个川菜，他们做的比较专业。对，这是不是炒个兔丁了？香晕了。不是每一个人喜欢吃兔子。这个食材我没有用过。兔子那么可爱，为什么要吃兔子呢？哇，兔子很难搞哎。兔肉太小众了一个食材，不是所有的厨师都处理过。大众对这个食材可能不是那么的偏爱，不够那么了解。来自1500米以上的高海拔食材，它们多生长在空气清冽、日照充足、昼夜温差明显的山地或高原环境中。这个是我的强项嘛，全部是云南的。你不能拿这高海拔不跟你玩，不跟你玩高海拔。昆明海拔就1800，到香格里拉的3200，我都擅长吧。高海拔的主食材是港巴羊。港巴羊是高海拔严寒牧场的标志性食材。羊也很好玩，最有兴趣的是高海拔，因为你越少接触，你就越可以玩出一些新的花样来嘛。哎，这是我小时候的 snack， 刺梨吗？野生的。哇，这个好香，你闻闻。哇，这好香哦！其实对高海拔藏区的一些食材还是比较陌生的。其实刚开始看着最底下的时候，鱼啊、沙蟹啊，我其实很短时间以10几20个想法了已经有，但是越往高一点点，想法就越变越小了，就是有些东西的可能真的没见过。不同的海拔有不同海拔地区食材的一些特性，比如说高海拔，因为它生长会很缓慢，所以说它的一个纤维物质，它的一些氨基酸，它的一个累积会非常高。所以说你了解了这些食材的特性之后，你会对于你的一些食材做出一些怎么样的一个烹饪的选择，这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。就也考验了厨师的一个眼界吧，你到底见过多少？在比赛开始前，各位都选择了自己心中队长的最佳人选，得票最高的6位将成为本次比赛的队长。哎呦，真的是6队哦，6组。那我知道是谁了，我猜的啊。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？我可以考虑2分钟吗？当然可以考虑。我想想看，我认为，现在依次宣布队长人选。张家玉，张家玉，全哥，全哥，全哥，被我的。曹四全，中蒙守规，中蒙守规啊！最适合当队长，全哥。我觉得全哥呢，他是最能打的。曹世全，全哥吧。曹师傅可能是第一人选，我觉得应该谁都这么说了，是
他能把所有人揉成一股，也要去发挥他们能力，这是我觉得队长最重要的元素吧。第2位，欧浩然。欧浩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Always 熊猫，熊猫是我认为他一定会夺冠的一个人，我对他的功底我足够了解，所以我觉得心目中的一个队长人选是欧浩然。他控场能力还有产品制作的流程上面分得非常的精准。反正我是选你的。功夫跟熊猫，功夫跟熊猫，功夫熊猫。哎呀！第3位，张嘉玉。哎呀！张师傅他是非常的一个 organize， 非常有组织能力，非常的懂得推进事情的一位师傅。呢個包以前再整一下先。我觉得他是那种不会给人有很大的压力，但需要他出现的时候，他会有扛起一切的能力。可能领导的风格我会更欣赏吧。这3个队长一组就好了，我们3个一组就好了。3個一組啊，有冇就？第4位，邓華東。Once I saw yesterday him to cook, it's really impressive. The confidence, the skills, it's just a master. 我觉得他是川菜大师的一个代表，菜品的制作流程像是教科书一般。哎呀！哎，这等嘢，这等嘢，这等嘢。哎，快，那个 C 位 C 位，他可以做中的，你知道吗？他说兔子稳赢了。第5位，张文文。我们的穆桂英啊！啊！我们这几场比赛打下来，我觉得他是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的。欢迎你，努力 ，yes。他会有自己的风格，他不会去盲目的跟风，根据他自己节奏，游刃有余的最后把比赛做完。文文老师是在酒店里面做 executive chef 嘛，所以他很有团体的管理能力。我是觉得他是挺有凝聚力的一个人。第6位，小赵，张龙。换他的，我选的。张龙他2v2的 PK 是我们团队的大脑，然后他会去安排所有的事情。当我们遇到状况的时候，他马上第一时间解决。那这种没抓透啊？对啊，就给小个的，重新找一个。张龙的本身他就是酒店的这个总厨，如果跟这种队长在一起的话呢，高执行力的去做就可以了。每个海拔2支队伍对战，海拔将由队长现场抽取。抽到相同海拔的2队即刻匹配成功。接下来，请6位队长抽取对应海拔。等嘢，你先。你们来，收洗牌。快点，你不说大家杀不了班了。邓师傅先，邓师傅。哎呦！还得是邓师傅啊！还得是邓师傅，公平。请各位依次公布。什么？好紧张。曹四全高海拔3人组，张嘉玉高海拔3人组。他俩对决了，高海拔有趣了。为什么邓师傅？是3重打击的是，第一个打击就是在我身边保护我的欧师傅，晋级当队长；第二个打击就是抽到高海拔；第3个打击，无论对手是我们伟大的曹师傅。要让我们上岸上沙。低海拔食材挑战组4人组，欧浩然低海拔4人组，邓华东低海拔4人组，我们打，张龙、张文文中海拔4人组。好和谐啊，你们2个，我们不用看了。我当时就想，不要兔子，不要兔子，不要兔子，想什么来什么。因为我属兔的，我从来没有吃过兔子。我甚至没有办法想象它的口感。其实我最想挑战的是兔子的，刚好我又拿到兔子，对兔子这个食材很了解。我的家乡也有这个，而且它是好吃的。接下来由高到低依次选人。哦，这样啊，刺激了。2位队长石头剪刀布，获胜方优先选人。哎呀，好残忍啊，这个太残忍了。1把1、2、3，上。OK。好。王刚老师。耶！
高海拔，我看很多菌类，你最适合的啊。高海拔，那王刚很强哎。他有配合王刚师傅，他的背景大家都知道了，是他玩那些孤军，他闭上眼睛也能，所以他们两个肯定是强强联手来的是。然后在选主人的时候，面对那么强大的对手，他们会不会想跟我一块呢？其实这个也是很大压力来的是。嗱，我選中誰的話，不想拿嘢，保持表情控制啊！俾泰哥，勇哥來了。哎呀，趙勇。第一個考量都是，我想找一個不是中餐的，因為中餐我自己也能照顧自己吧，所以找了趙勇師傅。下一個隊友，哎，你來。婉玲。好，好，謝謝。我看过他小厨升大厨的时候，我觉得他西餐啊各方面做的还是很有想法的，综合能力很强。婉玲很全面的，我知道。用美杜了，好吗？杜爷，请。我普通话很标准的是。你要不要拒绝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哈。高海拔组组队完成。接下来，请中海拔组选人。张文文队长获胜，请选择你的队友。兔子。Eric。Let's go again. Yes。第一个选的是 Eric， 因为我们合作过嘛，沟通起来也是更方便一点。I need a stone. Stone. OK. Yes。我跟他有一定的合作基础，会彼此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想要表达的味道。然后他有做过兔子。I like the rabbit. I use it. For me, the rabbit is something what I love to use it. Already before, I can say it feels easy. I have the experience to do it more like Western style. And I have also inspiration to do it different Chinese style. 到我的时候，就是我理想中的还剩下2个。Ivan， 我觉得他的 attitude 跟他的执行力其实很高的。苏华，苏华师傅，苏华师傅的刀工很好，处理这个兔子需要很好的刀工去做。那对你选择了。特务接触。想不到他们会主动选了我。我跟 Evan 上一场还是对手，然后把他淘汰了，所以我是特别感激或者还好开心的。因为我们前场比赛的时候觉得这个年轻的厨师很有奋斗力，所以我们就选了他。我会想选一个小厨，因为他们的想法更加的有创新力，年少有为。年少有为，他现在在做素食餐厅，那我所有的辅料、蔬菜，他应该会比较熟悉一点。欢迎欢迎。OK。Hello sir. Let's meet you. 黄师傅。黄师傅，他的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。我们这4个人在一起有信心，大比分赢过他们。接下来，请低海拔组选人。让师傅直接师傅先选吧。老邓肯定，如果老邓选，肯定选阿妹的是。请邓华东选择你的队友。是想要港厨，因为年轻，我一看到他很有冲力的那种很厉害的一个厨师，但是我想把他留给熊猫，因为他们做的菜式啊，都是西餐啊，都是这种是相通的。他们如果是一个完整的队伍，呈现的菜品非常好的，对我们这个活动，对我们来说都是件好事情。所以说我就另外选了一个广东厨师，来吧。好。邓师傅，我们一定赢。哇，有我在。港厨潜力股。港厨好队友、好朋友，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很有默契，或者是我们一起搭档过也好，我们一起去做过一些活动也好，有他在我会放心很多。阿妹，好，甜哭了。那个午夜实验家进入邓华东队，
土菜研究员加入欧浩然队。欢迎师傅，欢迎师傅。一起加油，一起加油！你们后腿啊！不会，一起加油！那土菜师傅他是一位中餐师傅，队伍里面其实是缺了这么一个拼图的，也有一部分补足了我们的不足。我对这个分配还是蛮满意的，说实话。谁选我都赢，我告诉你，你负责发号，我负责执行，他负责摆盘。可以。6组队伍全部组队完成。海天民间厨神争霸赛正式开始。2位选手求胜心切，似乎有点紧张，失误频频。不慌，海天厨神秘籍来了。新厨严选调味，烹饪道道封神。粵菜鮮味為雲，海天有機蠔油鮮露，一招定線不搶本味。闽菜風味平衡，海天不鹽生抽，鮮而不鹹，百搭好用。用海天，人人都能一味封神。搜索海天干饭节，更多封神同款菜等你打卡。现在公布大小厨混合团战的评审方式。哇哟，好多人。哇！出现在各位面前的，就是本局的60人评审团。肇庆啊、赤峰、黔南，其实很多地方都没有怎么去过。怎么样去满足不同城市的口味偏好，其实是有点没思路的。其实那时候就想看一下这些城市的一些必吃榜，毕竟都是大家的真实评价，吃出来的好味道。如果知道那些信息的话，其实对我的菜品的设计是很有帮助的。这次赛制呢，简直就是试金石。在这里，我的菜要经过大众点评，说不定必吃榜的招牌菜又多了一道了。这60位评审将对你们的菜品进行评判。本轮对决，每组选手的烹饪时间为120分钟。120 minutes. Not much. 够时间。 60道菜够时间，绝对够。这么多评委的时候，他自己压力更大。脑子里面想的就是众口难调，每个地方的人他对饮食的文化、口味的变化，其实他都是有一个基因植入的。但我相信好吃跟不好吃，其实它是定的。好！高中第3个海拔区间的比赛结束后，快，先切，不说话。 60位评审会试吃同一个海拔2队选手的菜品，并选出他们更喜欢的队伍投票。只有获得更多票数的队伍才能全员入局。我觉得这次的比赛最关键是考对食材这一块的理解。有句话叫“好厨无废料”，但是今天可能我们要好厨选好料。好的原材料，我觉得不是价格贵，而是我们厨师懂它的特点，怎么去把它发挥好。预祝大家能够做出一个精彩的作品。对我来说，这个比赛稳定性是一个很重要的，因为你们不是做给我们3个评审，你要做60份。我很期待你们那么多厨师带出来怎么样的味道。 加油！最后我就再强调一次，除了我们3位，还有来自57个不同城市的大众的评审，希望你们的料理能够经得起大众的点评。大小厨混合团战第1轮为高海拔食材对决。 本轮主食材为港巴羊，你们需要使用高海拔食材房内的食材作为辅料。同时，食材房已设置海天定制调料专区，并提供了餐具以及基础辅料，可根据菜品需求自由选择使用。
大小厨混合团战第1轮高海拔食材对决，曹四全队对阵张家玉队。上边海拔有点高，等会你们出局以后回去小心点啊。我觉得你上到海拔已经缺氧了，你。他们肯定是强强联手来的是。曹师傅他什么菜都会，他不光是粤菜啊。王刚师傅玩孤卷的能力就跟邓师傅炒川菜一样。江女士弥补西餐上面的技法，他们3个合作作为高海拔的题材，其实基本上没有短板了，已经是。对手是很强大的。张家玉以前做过酒店，后面去做社餐。杜国兴做酒店行业的，他们那个做大型宴会经历会比较多一些。赵勇师傅呢，我觉得做东西做得很精致，他们3个人有很多想法可以碰撞。先看一下羊肉有多少量，2只啊。看到别人的食材的时候，其实我脑子里面已经有它的整个口味的层次。我现在有一些想法。啊，快，速度，你说吧。是这样子，现在只有2只羊。所以以后跟他们上了菜的时候，杜师傅站出来了，我觉得很好。其实我最擅长的是放权吧，我不会说，挂个名字是队长，我应该发泄号令才对的，是什么？我绝对没有角度，这个我比较欣赏自己的地方吧。我们把这个沙葱跟野香菜做一个酱来跟羊排搭，然后呢，羊腿的部分做成一个福建的一个小吃。叫五香卷，菌菇，把它切碎，跟羊腿肉包在一起。因为这羊比较瘦，我们等下上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脂肪类的东西，把它做在一起。这个是炸还是炸的？炸的。但是它不怕冷的，它冷它还是很脆的。没问题。然后有个饮品在最后面。我们到时候我们试一下刺梨的风味跟这个菊花搭不搭？这个看到了，刺梨肯定没问题。OK， 那就是这个茶是同意的。OK。我觉得张家玉很棒，度量非常的大，非常的包容。我觉得做队长最大的智慧就是他相信他的队友。这样子，就基本上定了方向。第一个，黑虎掌羊肉汤以排骨为主，我们就用羊排，因为羊排的肉比较嫩。外边的羊，我觉得羊肉的鲜甜味很足的。那我就好吧，鲜甜味我按照粤菜来说，我就做一个汤。因为按照我的口味来说，我是喜欢清汤的。等一会吊汤，我们要准备的，你先试一下。黑虎掌沙葱也要带一点，我们就用那个汤佐一点沙葱，最后放几片沙葱就点缀一下，然后做个蘸水。这一件，婉玲，你这样子，你都想一想，你配什么就配什么蘸的料。清淡淡。汤 OK， 如果羊腿和小羊排拿来做成汤以后，羊脊那一块实际上是空档的。炒羊脊丝啊，羊脊丝呢我们就炒成大份啊，够不够啊？那时间？那个很简单的，如果炒的话，一炒出去还出水啊什么的，你很难处理这个问题。我觉得做汤就配一个电酱就好了。如果只是一个羊汤的话，我估计对面肯定要做2个菜的。我先做完这汤底先嘛。如果只做羊汤的话，把那个撇兰放进去，撇兰到最后拿羊汤稍微煮一下。没关系，你沙葱也好，撇兰也好，也没关系，放进去就煮一煮，放一点进去，让层次感丰厚一点。对，我觉得陶师傅考虑到我们是第一次合作，如果做2道菜的话，所有的时间都要多1倍，所以不要那么复杂，完成这个菜品。达到我们喜欢的水平就好了。等一会我们分开工啊。然后呢，现在开始分工，先做什么，先做什么，怎么做？你来分。我们2个去挑食材，队长开档。就这个地，走，去拿。加油！走，跑起来！好，先上去，我先拿去来解冻，你先上去。咱们把东西给它拿光了。婉玲，这个 ，OK。因为腐食材只能拿1次，所以多拿点比拿少了好。这个怎么拿？给我的任务就是说做一个酱汁，我就看到有松子，我就想起一个是用松子跟蒜头啊、柠檬汁啊去做出来的一个酱，整个拿去。好，可以。整个拿走。没关系，这个，因为我们的菜品设计很清晰，所以按照规划去拿就行了。沙葱，香菜要吗？要。刺梨。懂没有？我们家羊要不要放点上去垫个底？对，拿2只鸡，汤会鲜一点。可以，够了。荞麦不用太多。
局要再多一点吧，不然60杯。真用不了没关系，可以拿着。万一不够你麻烦。这个屁股肥一点，换一个，换个来，放这。哇，他没收了整个哎，他那里只有这一栏的哦。可以拿完了，这单音他们会用什么？我都拿完。快点啊！放这边吧。一刀刺你，那个刺你很危险的。他如果做手术的话，他会哭。请双方队长确认是否完成高海拔区域的腐蚀材拿取。完成了。那么接下来公布大小厨混合团战第1轮的隐藏规则。隐藏的。没关系。妈的呀！还有隐藏规则。哇，好玩了。很刺激啊，这个很刺激。本轮的隐藏规则是，我猜不动了，完全猜不到。隐藏规则可以从对面调个人过来。没关系 ，OK 的，都一样。本轮的隐藏规则是，为对手增加一个必须使用的高海拔腐蚀材。必须要用。哇，这个太好玩了吧！冇搞错啊！有点火药味了。想他们加一点帮助他们的，还是不应该是这样的？对。其实难处在本身安排的挺好了，却突然给你的安排打乱。但是在餐厅里面，经常就一定有特殊的细节发生嘛。一个好领导就应该 handle 这个 situation 的。当特殊规则出现的时候，你就需要 Plan B， 就是找一些替代，或者改变你的那道菜。我们反过来想嘛，他给我们什么我就难受，我们会把那个磁力锅给他们，让他们用上。也不是很难用。那个如果是羊，不知道在做什么羊，上面还有什么鱼？鱼跟牛肉是最费劲，牛肉还好，它可以吊汤。现在，请双方交换位置，查看对方食材。这。一块去。它是我们没有的食材，它给我们增加我们的难度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用。他们还有的，过去看，快点过去看吧，你们。对啊。他也有啊。对，他也有。给他一点那个黄蘑菇吧。黄蘑菇别搞他们了，好吧。哇，刺梨果他都有做汤的啊，他们也做汤的。还有上起满了，我就老没了。哎呀，又是黑虎掌，他们拿了2种菌。加个肉最难，加肉或者是鱼海鲜，就是破坏它的主菜，你知道吧？他必须得用上这个东西。对啊，你主菜就垮掉了。哎，没什么东西感觉。对啊，我感觉没什么东西。对，算了，多积极点，客气一点。你想要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没事，你开心就好了，最重要你开心。估计他们是希望大家善良一点，你不要害我，我不害你。曹四全队为张家玉队增加的腐蚀材是沙葱吧？你不坑他，他肯定坑你的哦。红鳟鱼，那怎么用啊？红鳟鱼。给你红鳟鱼。红鳟鱼。哎呀！那你做个鱼羊线。它的鱼是三文鱼，好像是。鱼羊线也没听说用鳟鱼做的呀，鳟鱼不好做。好做，确实是。这个东西确实是。它太油了。黄蘑菇吧。我们给他增加这个黄蘑菇吧。黄蘑菇啊。红蘑菇没问题，只要是蘑菇都没问题。张家玉队为曹四全队增加的腐蚀材是鸡油菌。啊？给这么好的食材？哇，好温柔啊！对。大小厨混合团战高海拔对决，现在开始。加油！Let's go！ OK，Let's go。把东西拿出来，小心，不要着急，小心。喊吧。
阿勇，你把这个开完档以后，你来把羊稍微洗一下，有毛啊什么稍微处理一下，然后就把它分出来。OK， 谢谢。队长，你要把那个蔬菜洗一下，沙葱的那个，沙葱跟那个香切出来，然后把那个鱼杀出来，鱼等下杀出来。然后，阿勇，你这样子，你把这个脖子也卸下来，然后羊排1开2，对，1开2。OK， 速度可以稍微加快一点点。看起来有一点队长可能换了，对吧？他们的 role， 是 switched。我在下面看厨房的时候呢，我就很快的看到，Chef Minix 那边呢领导厨房的不是他，是杜师傅。队长，你这个好了以后，把那些蔬菜洗一下，芹菜、葱、姜、洋葱切什么大小了哟？不用切，直接扔进去。你直接按大料来包是吗？对。好。今天是我第一次感觉，不在我操控范围之内了已经。因为做这个高海拔的题材确实有过现场的，所以我现在很离谱。因为一些我没有见过的食材，我反而希望我有充足的时间，我慢慢去跟它相处，看看怎么把它发挥的最好。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我以我自己的能力，我不觉得我自己能发挥得很好。有想法吗？羊肉，我觉得我们就做瘦，就是做排的部分，做这块，就是把它的羊排做下来，去做一个它就是我们这个原来内蒙古他们吃那个手。以后跟他们上来菜的时候，大家很快有个公司，有人站出来了，愿意，杜师傅愿意站出来了。老杜是哪里人呢？我福建的。福建啊？那你去过内蒙没？有啊，我原来有跟内蒙的厨师合作。有没有信心啊？有信心，100%没问题。我没告诉他我在内蒙待过的事，因为他说给我很有信心，很勇敢的跟我说这个没问题。你确定吗？确定，肯定没问题，相信我。行，你直接说就行了，什么都不用说，我们配合。以后我就看你们两个需要什么，我打下手啊。OK， 就这么定。就是宁代在 Chef Minix 那边，但是他尊重和同意杜师傅的想法，这个是很难得的。The level of respect that they have each other is incredible。不用跑，直接去啊，直接扔下去，不用跑。你不用切好这个？不用切。好。因为比赛开始前的5分钟讨论时间真的很紧张，所以我们队也没有太具体的分工，都是在一边做一边交流。我就先负责羊排卤水的调制，并和他们2位随时沟通。队长，你等下把那个鱼杀出来，鱼等下杀出来。我切成片肉给你就可以了，是吧？什么？切成片肉出来就可以了吧？一半的肉就够了。慢条，好的。你那个鱼，我真不知道它怎么加进去。如果他们赢，他们就赢在选那个鱼给他们了。对，已经有羊肉这么有个性的食材，你再找一个另外演那么重味道的食材，整道菜的概念就会有点乱，它为对方带来太大的问题。红鳟鱼怎么做啊，师傅？如果你是一个新鲜的鱼还好，三文鱼确实很要命，你没法加进去压根就，你怎么加？然后我突然就想了一下，因为杜师傅已经一开始就设计好放点羊油进去，羊肉跟那些菌包裹在里面嘛，而且杜师傅也拿了猪啊，所以它的油润感比较大一点点。所以曹老板给我们三文鱼油那么多也没所谓，加进去，所以多多少少也起到一点点的帮助，说实话，所以也没所谓的。慢慢来，不要着急。你这个就多给我一点的时间，我不急，慢慢来。8分钟左右吧。然后，阿勇，我在等你那2份牌啊。好 ，OK。在整个这道菜品的制作过程中，我先是负责处理羊肉的分解，我需要尽快把羊排分解出来，交给杜师傅去做羊排的卤制。但是这个羊肉呢，我看到的时候是2只整个的羊，它比较大，其实处理起来比较难，因为时间太紧急了。哇，辛苦了，加油，马上好了，马上，加油，手小心。谢谢，没有时间，歇不了。
哎，我看你我都心疼你，这真的够累了。这全体力活，太累了，我能比跑马拉松还累呢。就真的一秒梦回刚开始学厨的那个时候。哇！你看赵勇师傅剃的功夫差点，那个王刚师傅老师傅，你看他拆的很快，很顺手。对啊。一只羔羊要整体分割的话，要斩它，它很难斩的，你只有砍成一段一段的再来分割。所以就是先把这个羊肉的后腿部分给它斩下来，接下来然后再把这个羊劈开了以后，然后取这个羊排的部位，这样处理起来就会方便的很多。实际没砍过羊，以前学徒的时候就是改过整只的那种猪肉，我觉得应该差不多，只是缩小一点点吧。你看王刚师傅那一动手，你就知道他做过。一下就拆解出来，先把后座先卸，一下就剔下来。切好了可以放进来。其实整个菜来说就很简单嘛，基本是清汤羊肉，所以我们分工很明确。因为王刚师傅羊这些东西他也经常做，所以王刚师傅是负责把羊碎件、斩件什么的。婉玲，你赶紧做酱汁哦。对。不。羊肉交给我们搞定了。哦，好啊。因为我们需要做菜之中有一些巧妙的配搭，所以婉玲呢就是负责电浆的部分，她要炒很多的松子仁，所以也是个漫长的工作。要不要帮忙搞？因为我要等王刚师傅把羊骨剔出来，我才能做汤，所以我就先处理其他准备工作。张哥一直拖着一条伤手，应该以后打拳要很慎重，太喜欢打拳了。你手不行，不要弄了，我来吧，你赶紧去分水。我等你的骨头啊！那每个部分都拆出来了，怎么去用，对吧？而且把肉全都挑出来。只有足够了解它的整个结构，它才会分解的那么快。全哥选的王刚师傅是吧？对。其实如果王刚师傅在，我也是想选王刚师傅的。其实我理想中的队伍，当时第一反应确实是王刚师傅，因为在看食材的时候，我能感受到王刚师傅他对这些食材都很熟悉。一边在分解羊肉，一边在分解鸡肉，感觉是要吊鸡汤跟羊汤，用鸡肉去吊羊肉的鲜。这些就直接拿来炖汤吧。对，做汤的。王刚师傅把骨头交给了我，接下来我准备底汤的部分。我们拿了一些踏血鸡，因为鸡肉能够给汤带来丰厚的鲜味，所以我们用羊的骨头配合一些小分量的鸡来做汤底。先将切好的骨头和鸡进行焯水，去除血水和杂质。处理羊肉，不管是炒、烧、焖煮，最怕是肉腥味没处理干净。初心肯定还是首选料酒，用这款海天3年陈花雕酒，它用纯粮食陈酿，酒精度有16度，品质非常高，去腥彻底。因为陈酿够久，酒香醇厚，腌肉焖炖，煸炒时锅边淋一圈，去腥提鲜经商，一步到位。这60分很适合就煮一煮喽，最好是带汤的，对，能保温。对，有汤是最好，喝一下。妈的，这个锅压汤太小了哦，这个我小一个压力锅怎么压？怎么压东西啊？因为需要做60人的分量，量比较大，我就得把所有高压锅都用上，来熬制这个骨汤了。完了，有没有时间？帮我算一下时间。96分鐘，即係到86分鐘。係啦。曹师傅这边整个过程都很轻松，15分钟整只羊都把它分成不同部位，然后迅速开始煲汤，大家屋上都很清楚需要做的。张师傅这边就目前羊肉还没有开始有别的动作是吧？就切啊。
就切，还在切啊，感觉已经很久了。早点把羊肉先做上啊。啊，好了，羊肉可以下了。时间有计时器吗？看一下。可以，赶得及。他们这边排骨炖上了，赶得及了。我们准备切五香卷的肉馅吧。好。切肉看有毛啊，小心它有毛。好。因为五香卷你需要很多的食材来带出不同的风味，所以我们会做大量的初加工。所以我和阿勇负责切羊肉丁，队长负责切鱼肉丁。这一组在做一些初加工就比较繁琐一点。去皮去筋，只要瘦肉，又要切丁，好麻烦。对，可能一半的时间都在切片。他们切东西都切大半天了。就听着他那个刀在剁的那个声音，就感觉时间很紧张啊。队长，鱼肉好了吗？稍微切好了，现在叫我搞沙葱。好。我就是负责他们顾及不成的工作吧。你这大小可以吗？这大小可以吗？哦，可以，切就好，可以。直接泡了这个。对。你最后这些全都不要加了是吗？全部不要，过滤掉。那这我就爆开了，就这样。哎呀。因为这个菜也不是我想出来的嘛，是我不停的问，我不怕问人的嘛。在厨房里 ，chef 只能有一个，你一开始选择用人家的方案，那就全力配合到底。队长，你这个过滤好，还要帮我一个忙，请说。把那个桂皮还有八角帮我打点粉，我等下做那个卷要加增香。行。用这个平底锅炒，你说西瓦西炒。对。他绝对是一个领导型的人才，杜师傅从头到尾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他如果当队长会发挥得更加好，真心的这个是。我觉得我2个队友都特别的信任我，他们也很值得我信任。我觉得整个团队每个人都在各尽其责，在做好每一件事情，最后它能组合起来是一个完美的菜肴。他们的肉馅都剁好了，准备做五香卷了，4斤半，正好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台面擦一下，等一下再包五香卷。你刚好给讲讲五香卷。五香卷它其实主料就是一个猪肉、马蹄、葱，它调味是五香粉。啊，在福建家家户户都会做五香卷，那每个人做的风味都不一样。像这次因为食材的限制，所以我用鱼肉、羊肉和鸡油菌来做五香卷的馅料，加入五香粉及一些底味之后，用番薯粉一起搅拌，做成我们福建五香卷的一个内馅。来，我来盛，你来包。不用包，30克就可以，30克一个。我来弄。你弄别的。好。然后做成这样的长条的，就是做成这样长条就行了。你下多少这边？你再拿个秤吧，底下有秤。你弄完了放这儿吧。好。在他们俩弄肉馅的同时，我去把沙葱和野香菜进行一个处理，因为羊肉已经很腻了。所以我会做一个解腻的凉菜来搭配，我只用油泼方式来激发沙葱的香气，给一些简单的底味之后，和野香菜搅拌在一起，就很清爽、很脆的东西。够了吗？够了没有？现在65个。够了，可以了。25度下去蒸。看一下软烂程度。不够烂的。对，差点。我试一下。
当时肉的程度，我觉得肯定是不可以的。这个差点火吧，不够了。再帮我定个20分钟。虽然羊肉我们做很多福建很多羊，但是这个高原的这个羊我还是第一次接触。其实我们这个羊大概煮了1个小时20分钟吧，但还是不够软烂。那我们一共才120分钟，我还要熏，我还要改刀，所以时间对我来说我们还是很紧的。现在看那骨头干怎么样呢？曹师傅这边汤出锅了。这汤可以哦，很香哦。哇，好香哦，好香哦，好香哦。做出来之后，我就吃，哇，这个汤真舒服，很清甜，羊肉味也没有什么臊味，这个鸡的品质也很好，所以这个骨汤出来的效果非常好。那边的呢，感觉工艺上非常讲究，就是说看起来就是说很稳的，味道上肯定是非常稳。接下来就剩羊肉的部分了，我把羊肉改好刀之后，去给它飞水。先用冷水下锅，去除羊肉的血水，再用热水煮制，去除羊肉的杂质。OK 了，大的我再稍微修剪一下。我再把飞水过的羊肉加上羊汤进行炖煮，用骨汤炖煮羊肉，就是为了让羊肉更加酥软，让汤也能变得更鲜美。曹师傅这边已经基本完成了。Vicky 老师，好吗？挺好，挺好。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来得及，差不多了。对手给了我们一个鸡油菌，干的鸡油菌。本来我们是想用虎掌菌增加一点厚重感的，但是鸡油菌的这个花香其实和羊肉也蛮搭的。哎，还好了。他们这个是给我们助力加分的。有压力吗？两个还好，只是时间。他说做什么我做什么了。其实会有一点担心跟压力，因为他们2个都是中厨的大师，只有我一个是融合菜，我就是怕会不会拖累其他的伙伴啊，团赛会有这种压力的。为了跟搭配羊肉的清淡口感，我这次这样自从摩洛哥羊肉搭配得到灵感，用松子替代传统芝麻酱。烤香以后，松子仁我用热水把它就是打到好像一个胀的状态。他们的是很合理的，他们做一个清汤羊肉配一个蘸的那个酱，他把那个芝麻酱用那个松子来做。我也猜到了。对，打成泥状的松子酱，加上蒜头、柠檬汁，加盐，还有一点点鸡精去调味。另外我有放Parmesan cheese， 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umami的味道。我觉得羊可能需要有一点甜甜、酸酸的味道，太浓郁的可能不太搭，所以酱汁就可能做一些umami味道的一个酱汁给它。哎，它那个蘸酱应该是好吃的，它放了蒜、Parmesan cheese、柠檬汁，类似那个西沙那种。酸酸辣辣，然后又有坚果香，然后很解腻，这样子放。那你吃到那个羊肉的原味，好吃的那个。这边看着比较令人放心啊。我觉得这边稳了。对，我觉得这边很稳。我看他们很稳的时候，其实我压力非常大，因为这整个局面、整个菜肴的设计都是我也要对我2个兄弟负责，所以要抓紧一些啦。羊肉先挑出来，全部捞出来，我来去。队长捞出来以后，把这个薄薄的抹一点点酱油，然后把辣椒抹上去，辣椒少少，不要太多，不要太辣。这准备腌制嘛，不然不够什么样的？对。我新羊肉等下就可以改刀了。阿勇，你们准备盘子，把这边收拾掉，等下准备出餐。OK， 速度稍微快点。杜师傅开始那个感觉到厨房压力的那种师傅的感觉出来了。你感觉他是要熏哎。因为刚刚看他下面做了个电炉。
一下是不是熏羊排。我们刚刚拿的荞麦呢？别的是吧？哦，对。一开始杜师傅很想发挥它的原版的味道，但是我跟周师傅都觉得可能亮点差一点点，所以杜师傅他很快就想到，哎，我们把它用白卤水卤完炖完，我们再烟熏烤，再配个茶什么的。羊排的部分，我听队长的方案做了个烟熏，我要用黄糖还有荞麦去熏羊肉，然后熏完的时候，羊肉就可以达到一个强烈的风味。其实我原本是想把这个羊肉水煮，然后张嘉译说，对，我觉得这个太简单了。后来我们看到这么多的这些60个评审以后，我突然想到，对，他说的对，就是我们不可以做一个很清淡的东西，因为做一个清淡的菜的话，首先没什么意思，而且吃起来没有层次。它这个羊肉卤了熏了之后，凉了是可以吃，它不影响。杜国精这一块很出名。盘子在热了，对吗？热了。那边是多少度蒸的？阿勇，盘子是85度开始烤，你的肉是80度在蒸。OK， 漂亮。蒸5分钟。5分钟是吗？对。OK， 好。我熏好炸就结束了，然后你们准备砧板改刀，改羊排。看他平时不怎么出声，所以很多大厨一动起来还是有另外一个个性哈。不要慌乱 ，OK 的，来得及的。我觉得可能跟我的人生的成长经历有一点关系吧。我的专业我不是学烹饪的，我原来是运动员，我踢足球的，整个球队最后面那个我踢守门员的，他是能看到全场的情况的。所以我经常会去喊我的后卫，喊我的前锋，去鼓励他们。不急 ，OK 的，不要着急。哇，看起来真的很好吃，你过来看一下。哇 ，looks so good。Lamb, smoked lamb， 哇哦，他们有冲击力，这块羊肉吃下去，如果是好吃的话，非常有满足感。数一下，60块就够了。再切点吧，好吗？你有就切，我要放里面去烤，稍微熏一下。还有25分钟。稳的，不要急。我觉得他们不一定够时间。你做给60个人，你只有有限的时间，你还要出去摆成那个，其实安全很重要。因为这个我想卷，我来炸吧，会不够时间了我们。我想点最后再炸，不要着急，慢慢来。我就很担心，因为炸要花很多时间炸这个卷。那个5香点它需要温度，所以我放到最后面。其实我就在等时间，因为我担心太早放下去它会凉掉。它至少吃到这个时候，我不敢说它很烫嘴，但是它是热的。对，凉的是凉的，热的是热的，冰的是冰的，这就是我要的东西。还有20分钟。那边已经开始装料了哈。对呀，就那个酱汁，蘸酱已经装好了，再把汤一放，羊肉一放就可以出餐了。我很期待那个蘸水的味道。哇，他们羊肉也好了。喂，你过来试试吧。哎，但是我喜欢这样，你是有点嚼劲还行。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太软没有味道了，可以调味了。你试试。行不行？啊？你要加上去才可以。可能稍微有点不搭。婉玲跟我们商量过，她说拿松子仁调一个酸甜的这个带一点点辣口的汁水，当时我觉得很搭，就是它这个酸味太顶了，这个汁水其实如果我们要炸一个羊肉或者烤一个羊肉，这个汁水是非常完美的，汁水是没有问题的。实际是我们沟通的时间确实太少，可能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想法跟阿玲要说清楚。你看那个鲜肉的味道，看能不能搭上就好了。你好好做汁水啊，我们这边你不用管了。所以这个汁水和这个菜品有点不合的，这个有我和全哥的原因会比较大一些。婉玲，这个可能有点不搭，可能你不太清楚我们羊肉的味道。主要是我觉得可能我们沟通会有问题。
我有跟他说我会大概做一个什么酱汁，有形容过。当然他们没有尝过，我也没有尝过他们准备做的羊肉汤，所以也大家都是在猜想那个口味，可能就导致了酱汁和肉的味道不搭。他们的酱汁好像出了点问题，而且最怕就是中间没沟通好，就做到的不是想象中的那种味道，又要重新来了。这哪有时间啊？这有点难。小米辣还有吗？这个指天椒还有吗？有啊有啊有啊。切掉蒜，切掉指天椒，我来弄一个。应该底是很好的。王刚师傅立马就去补救，心里还是比较感激的。因为那个汁水，就是它酸度过大了一点，跟这个羊肉它不是太搭，所以方向就是把酱调整的再重口，压住本身的酸味。哎，你这样我调重一点，它咬进去。对也行啊，好吧。其实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我就是用指天椒和蒜，加上海天的这个尖标生抽和辣鲜露，它就可以达到这种重新定义的这种感觉。去试一下。就可以了，综合了一点啊。王刚师傅就加点辣的东西，最后感觉还是挺好的。时间还有15分钟。好了，5香卷，我这个一炸就可以出来，不要慌乱 ，OK 的，来得及的，来得及的。然后切好了是吧？在烤箱里。好，等你炸差不多就摆了，开始。还有15分钟应该是。你们可以摆了，可以摆了，没事的。边摆边走了。茶放完了。什么？啊，你摆茶对。对，放完了。还有10分钟。最后10分钟啊。不要着急，慢慢来。摆盘啦，摆盘啦。一个人不要等啦，摆盘啦，都是会冷的啦。时间很紧张啊。告诉我韭菜掺一起。我想点最后1分钟再放下去。可以。啊，等我直接再来哦，这个在哪边摆吧？对。哪个方向？这个炸的在右边吧。这样子，这样。对对对。炸在右边，对。我是第一次紧张了，就拿这么长时间。哎呀，跟熊猫的时候我都没紧张，告诉你。我们差不多了，摆摊了。婉玲啊，你搞定之后，你卤水线我们盘好，你就拿过去。知道。你摆好盘，你摆好盘，你不行这样子，你这样不行。对，你可以摆好，因为流水线放过去，然后完了这个东西在上面一放就 OK 了。OK， 你来。还有5分钟。好嘞。快点，等你老多。翻过去，可以准备放了。那3块肉在哪里？在烤。在烤那热一下，你甭管了，你就先把这拿过去，我把那3拿过去好了。你炸的好了吗？你翻过去我就好了。他们还在炸嘞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我替他们着急。不行啊！快點！喂，你唔好搞佢字，搞完一齊出。搞完一齊出，搞完都一齊出。我們最後設定就15分鐘擺飯的階段，後來發現15分鐘不夠的，就已經越緊張越亂了一點。有些還沒放進，全哥。快點！吹得我手都抖了。快點啦，快！我也稍微修一下，还有时间。我修啊，刨那个，阿健你刨那个，不用着急，不用着急，稳的。那个，快，走，我拿过来，走了，哪里插？汁水都有了吧？汁水差
怎么会插着呢？还有个盘子。你们没有盘子。Sandy 姐按铃，Sandy 姐按铃，用这个。快！Come on！ 按铃，Press the bell！ 按铃，先按铃。时间到。这120分钟用的满打满算啊，玩心跳啊！辛苦。记得去年我端菜的时候脚都酸了，而精神又很紧张。时间我觉得还太紧了，不够，但是感觉挺爽的。我原来这么积极的。突然觉得去年老帅他们挺要命的，这些上了老你们真的很强，做2个菜。哦，这个紧张了，没事，我们就完成了。这是完全是2个风格的，各种各样的风味，有汤的，有炸的，各有千秋。大众评委有口福了。本来应该是我去介绍的，但说实话啊，大家刚才也看得见，其实整个菜的概念都是由杜师傅来的，所以我决定让杜师傅给大家讲解会清楚一点点。各位评审的老师好，我们这次做的是用了一个高原的羊肉，我们会用一些福建的元素融入到这道菜肴里面去。可以先吃羊肉，然后配得上面的沙葱还有野香菜，然后再吃我们的五香碱，最后用山菊茶来解腻。希望你们能喜欢，谢谢。这听起来赢面很大。整个搭配不错啊。主要是羊肉它是性温的，然后刚好菊花是凉的，综合一下。其实是好。大众评审吃得很开心。张师傅那边我觉得就没想到的就是把羊肉跟这个鱼一起卷，完全不违和，就是你吃不出这个红鳟鱼的突兀，那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很厉害了。当时我们选择给他们红鳟鱼，其实就是红鳟鱼这个东西来说呢，如果做得好呢会很加分，如果做不好呢会很拉胯。结果他们选择用了一个炸，其实他们是做成了一个加分项。干嘛这么紧张？好野。OK。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菜非常棒的，先吃他们，再吃我们，味道绝对合适的。其实我们把整只羊物尽其用的做到了极限，我们把羊的脊骨和鸡一起熬成汤，再配上一点鸡油菌，还有一些海菜，我们确定这个汤温吃它也不会膻，而且会有羊肉的鲜甜味。高级的料理往往是用最简单的烹调方式。这王师傅肯定是经常做羊肉，他好懂。酱汁灵感是从 Morocco 来的，把松子仁打至酱的状态，加上鱼露在里面，羊肉蘸上去的有一个提鲜的效果。我就说那个酱汁是很特别的。这个酱是非常的到位的，尤其是我们南方人吃很多腐乳羊腩包，腐乳的酱你看着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你一吃啊，原来是一个松子的变种。松子油脂的香气和它酱汁的口感跟羊是好搭。我经常说创新不忘本，就是这种。我这么听起来啊，我会喜欢全哥的。广东人最重要的其实是原味，那个汤是最高境界的一个方法。我发现他们基本都吃完了，看他们都吃完，其实我蛮自信的。在哪一刻我觉得信心就大一点点。品尝结束，现在投票开始。直接出局啊！哦，好紧张啊！我们站在2楼都好紧张啊！哎呀，那2组团队我觉得都非常优秀。我觉得全哥会赢。2个我都不想失去，怎么办？投票结束，现在
先公布3位专业评审的投票结果。银色是张家玉队的菜品，金色是曹四全队的菜品。哇，张师傅啊！我投给他们，因为60位的比赛，真的我觉得应该是找到稳定度。他们想过很通透的，因为他们最热的一个部分就是最后1分钟放上去，那吃下去的感觉没有盖住羊的鲜味，这是做得特别好。他们3个很融合，团队精神超级高的一个 teamwork。我觉得最关键是温度。张家玉这里很聪明，他这个羊肉卤了之后，它是凉了是可以吃的，它不影响。它这个温度的控制是非常厉害。张师傅那边我觉得是很完整的一道菜，最后连茶都有，茶还挺好喝。一个羊2个做法，最主要是这个羊肉确实做得刚刚好，他还用荞麦还有冰糖去熏了一下，就非常香入味儿。我觉得它的质地还控制得很好。哇！但评委的选择不代表大众。对，去年就是反转。接下来将宣布其他评审的投票结果。好紧张啊！我私心上是希望张师傅赢。等一下，哇，等等，好紧张啊！这也太紧张了吧！刺激啊！现在19比19，还剩22个大众评审没有公布票数。故意流血，那搞得全国一上一下的。全哥逆风光盘。我相信我们的菜品更有冲击感。现在宣布剩下22票。最重要的这一刻，这压力好大，这一场就定生死了。高海拔食材对决的结果是，哇哦！赶紧拿副食材，因为我们要用的这些食材被对手拿了，那就很麻烦了。快跑！本轮的隐藏规则是，哇，太恐怖了！全部啊！太难了，太残酷了，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。兔子要快啊！喂，盘子快一点，回来倒汤。又要重新来了，完蛋了！但等不及了 Go! Don't think, just go. 还有1分钟哦！这回是太刺激了，去年也没有这么过分的，完全没有。大家好，我是赵勇。天气越来越热了，给大家做一道消暑解腻的国风甜品——宫酪抹茶冰酥酪。宫酪奶皮子酸奶用的就是中国传统的制酪技艺，是正儿八经的中国味。先把处理好的牛奶倒入宫酪奶皮子酸奶中，然后加入酒酿，搅拌均匀。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宫酪奶皮子酸奶，它是一杯一发酵出来的，质地浓稠绵密，入口即化，口感也很浓郁。做出来的冰酥酪会带有自然独特的酪香，加点抹茶粉可以做成2种口味。而且宫酪坚持传统的制酪技法，让我们也能品尝这口中国味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倒入容器，然后冷藏凝固，最后在上面铺上一层抹茶味道的奶皮子酸奶。就这样，我们这道甜品就完成喽。抹茶的清香和宫酪奶皮子酸奶浓郁酪香结合，这一口绝对让你爱上中国味。每周3、周4来腾讯视频看《一饭封神》第2季，12点 SVIP 更新 ，VIP 次日12点抢先看1周。
每周5 12点 SVIP 惊喜加更，看更多正片未播精彩内容。每周6 12点 SVIP 更新会员专享衍生一饭小馆，畅聊正片幕后。每周日精彩衍生一饭家常菜，看大厨教你做家常菜，更有各种精彩花絮不定期放送，不定期惊喜直播等你解锁。中国味道匠心酿造，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。尝美味享优惠，封神餐厅订得到。本节目由让你顿顿都封神的美团团购联合赞助播出。小象超市30分钟快送超市，感谢节目官方食材供应商小象超市赞助播出。一饭封神尝百味，一杯宫酪品匠心。本节目由一口爱上中国味的宫酪酸奶赞助播出。好水煲好汤，好水煮好饭。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。Como 管家厨神到家，本节目由一句话就能轻松做好菜的 Como 全屋智能赞助播出。一饭封神更懂美味，麦麸迪解码天性更懂犬猫。本节目由麦麸迪指定赞助播出。卫龙高鲜牛肝菌魔芋爽，鲜香爽。本节目由卫龙魔芋爽赞助播出。来一瓶万益蓝小蓝瓶益生菌，吃喝封神好搭子。本节目由万益蓝 Wonder Lab 指定赞助播出。一饭封神正版授权小游戏，加入一饭封神小厨神秀人间烟火气。一饭封神2联合微博发起一饭封神菜品上新活动，上微博搜索一饭封神，进入话题页参与活动，推荐你最喜爱的菜品，将有机会解锁超多精彩福利。快来为心仪大厨的招牌美味进行强势推荐。上微博进入一饭封神话题页，为你喜爱的厨师打 call。上微博参与一饭封神话题讨论，获取更多独家精彩花絮。上微博参与一饭封神2创大赛话题讨论，赢取更多精彩福利。上微博参与一饭封神2观后感话题讨论，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。关注新浪娱乐，精彩内容早知道。下载网易小蜜蜂，看更多年轻人的朋友圈。上1点资讯，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内容。西窗竹 APP 品味中国诗词之美。中华万年历 APP 陪伴成长，记住一生乐趣。上百度 APP 搜索百度娱乐 get 更多娱乐精彩独家内容。上百度搜索一饭封神第2季，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。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一饭封神，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。看新闻用 Zaker，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。上微博参与一饭封神话题讨论，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。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，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、微博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感谢微博、网易新闻的大力支持。百度 APP、百度娱乐、百度百科、新浪新闻、Zaker。上1点资讯，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内容。威里万年历、西窗竹、华语之声、钱江文娱、Do News、滴滴丽丽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